她是当地最丑的女人，单身30年没人疼爱。但此时她对面前这个被绑起来的劫匪有了一些想法，于是骗他吃下神秘药片。劫匪被烫伤还以为是止疼药，可没过多久那药效就发作了，他脸色通红，心跳加快。女人拿起胶带往劫匪脸上一粘，她准备趁人之危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劫匪竟遭如此毒手。这个女人叫真香，是加油站的售货员，她的同事小美是个万人迷。这天小美在那练习臀部发力，真香看到之后也开始尝试，没想到却被小美偷拍且嘲笑。她说就你这样的根本没有人能跟你搞对象。就在这时进来一个60来岁的小伙，他跟小美说，我看你站一天挺累的，就给你买了个爱心鞋垫，能考虑一下我吗？此时的真香在旁边看小美没反应，就紧忙的套近乎，可没成想人家都不正眼瞧他。小美接过鞋垫说，你想老牛吃嫩草，滚边拉去。小伙伤心的走了。真香追出来说，嘿，你那鞋垫我看了一下，跟我脚丫子正好合适，他没看上你，你可以考虑一下我呀。小伙回头看了一眼，什么都没说走了。这时一个小劫匪来到超市，真香看又是一个帅哥，紧忙的自我介绍，可劫匪却被真香的颜值吓着了，正要开始抢劫，一辆警车来到超市，劫匪一看紧忙就进屋了。警察小帅下车，真香就笑了，这正是他暗恋了好几天的帅哥。等小帅进入超市，劫匪就躲进了洗手间，而真香则偷偷的拍小帅的照片，他要留着回家好好的欣赏，但没成想被小美看见了，哐啷一嗓子，手机被吓得吧唧掉在地上。小帅正要检查手机，就被对讲机里的同事给叫走了。完事儿，小美要来真香的手机，看着里面那些偷拍的照片说，就你这样的，人家小帅根本看不上你，别成天惦记人家了。随后真香从洗手间出来，劫匪要开始动手了。小美说，钱都在保险柜里，你自己拿去。这让劫匪多少有些尴尬，可真香在旁边却做了一个让正常人都想不到的举动。这个劫匪怎么也想不到，打劫的时候竟然能发生这种事情。真香乐呵的拿过书包，走进财务室就开始帮劫匪往里面装钱，走的时候还把自己的领口特意开的大一点。小美在外面偷偷的把求救信息写在纸上，却被出来的真香一把抢走。随后他更是缺心眼的跟劫匪说，钱我可以给你，不过你要带我一起走。劫匪懵了，啥情况？现在干这行还搞赠送呢？主要是这正品的水平差点意思，上去几下子就抢走了书包。但就在他准备走的时候，小美那脾气也上来了，你是啥也不是啊，你挺大个老爷们居然欺负女人，窝囊废一个，呸！任何男人都忍不了窝囊二字。他把小美从柜台里揪了出来，还让真香把门锁上。随后小美被强行拽进了卫生间，谁也不知道她要做什么，只能从外面听到撕心裂肺的声音。真香拿着热咖啡走进卫生间，对着劫匪的脸直接泼了上去，紧接着又拿起灭火器对着脑袋嘎巴一下直接敲晕，而小美则被走火的手枪给崩死了。事后真香不仅没报警，还把地上的血迹清理干净。等劫匪醒过来时，自己被绑在了凳子上，他们俩面对面的坐下。真香问他，为什么不带我走呢，混蛋？劫匪听得一脸蒙圈，随后改口说，我是在外面拉了一屁股饥荒，不想拖累你。那你为啥要把小美拽进卫生间，跟她整出那么大动静？劫匪说，因为她长得没你漂亮，所以我想把你留在最后。真香一听十分感动，拿来止疼药让劫匪得劲儿一些。谁知不到3分钟，劫匪就开始浑身发热，其实呢压根儿就不是止疼药，是那什么。他又拿胶带把劫匪的脸和嘴都粘上了，随后解下腰带，他要对劫匪用枪。那劫匪十分不情愿，拼命挣扎，没让真香得手，还在挣扎的时候咣当一下撞在柜子上晕倒了。就在这时，小美的男朋友来了，他说我打了一晚上电话他都不接，什么情况？真香怕事情败露，就说啊，你家小美觉得你不够爷们儿，跟别人走了。男人一听，小脸一红，直接走了。在这之后，他拿铁锹准备挖坑埋尸，可此时一帮飞车党围了上来，他们膘肥体胖，一看就是硬茬。真香一看直接掏枪，但没成想他们也拿出导演给的玩具枪，还没嘚瑟一会儿呢，老大就看周围都是监控，他不想惹事儿，带着小弟们走了。这一举动提醒了真香，他回到屋里关闭了所有监控，然后拿着装满汽油的瓶子准备把这儿给烧了。就在这时，那个警察小帅过来调查情况，他紧忙把汽油藏了起来。小帅说，我是担心你的安全问题才过来调查那帮飞车党的。单身30年的真香经历了这么多，他根本不相信会有人能关心自己。等小帅走后，他过来看那个劫匪，没想到他早就挣脱束缚跑了。他把汽油浇在尸体上，又在超市的每个角落都洒满了汽油。他准备用枪，可一不小心把枪掉在地上，沾满了汽油。正当他准备用打火机的时候，店里的灯突然灭了。他来到门口拿出钥匙，才发现这门被从外面给反锁了。此时劫匪出现，他躲在角落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那劫匪是来找他算账的。真香站起来，用打火机开始威胁。小美的男朋友及时出现，劫匪看见之后趁机溜走。他找到小美的男朋友，跟他说，兄弟啊，你对象可不是我杀的，是因为他给我脸上泼咖啡，给我烫的撕拉一下，然后枪走火才给你对象崩死了。
所以发生的这一切跟我可没啥关系。随后男人上来问真香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就在这时，劫匪用腰带勒住了男人的脖子，放倒之后又拿着油枪插进嘴里，咔咔一顿灌。没一会儿，男人就驾鹤西游了。此时的真香也挺聪明，在屋里给警察小帅打电话说明了情况。突然，劫匪开车撞坏了大门，他慢慢的走进屋里，真香被吓得说：“书包就在柜子上。”劫匪拿起书包看了眼票子，又拿起柜子上的手枪，他要送真香驾鹤西游，因为正是他自己才会失手杀人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自己挺大一老爷们儿居然被……不说了。真香说：“你等一下，我也讲两句。其实吧，我是因为单身30年没谈过对象，更没有一个老爷们能正眼瞧我，所以2句了啊。”劫匪咣的一枪，那手枪直接就着了，那大火瞬间点燃了超市，而劫匪也被烧得驾鹤西游。真香拿起灭火器对着着火的大腿就开喷，在烟熏火燎的环境中跑了出来。而此时他那2条腿已经被烧得秃噜皮了。很快，警察小帅赶到现场，他抱走受伤的真香，跟他说：“我其实关注你很久了，原来这小帅才是他的真命天子。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你单身再久也别着急，因为对的那个可能就在你身边悄悄的关注你。不信的话，你周围看一看啊。